只要无限死亡就能变强。我只要不断打人就会进阶，可是为什么这个女鬼非要嫁给我？杀不死？我穿越到了怪谈副本，可诡异却舍不得杀我。我作为副本诡异，却被一个人类反复挑衅。既然如此，那只能试试自我了断。什么要嫁给我？女鬼的思想果然清奇。此刻我正小心翼翼地推开棺材板，只见一个猩红的身影正用冰冷的目光注视着自己，两个手掌瞬间掐住了我的脖子，我眼前一黑，直接原地去世。丁检测到宿主死亡，成功觉醒死亡抽卡系统。当宿主在副本内死亡后会被复活，并且获得一次抽卡机会。丁抽卡中，恭喜获得2级技能卡死亡跳过，下一秒原本脖子被拧断的我瞬间复原，这难道是复活，或者说是时光回溯？话音未落，一抹熟悉的触感再次抚摸上我的脖颈。就在黑屏前的最后一刻，我瞥见了一旁的棺材盖板，子夜晋升，下一瞬又死了。丁检测到宿主死亡，复活成功。丁抽卡中，恭喜获得 S2级技能卡顺手牵羊。我不会真的把鬼嫁娘的嫁衣抢过来了吧？唐离猛了，立刻想要离开这里，可让他绝望的是，熟悉的规则之力再次来袭。又复活了，这到底是什么职业的能力？为什么在他复活之后，我身上的嫁衣消失了？我悄无声息地坐起身来，打量起唐离造型别致的肚兜，随后看向鬼嫁娘的红盖头，到底什么样的长相才能被称之为世间无此真角色？我毫不犹豫地摘掉了鬼嫁娘的红盖头。恭喜玩家触发隐藏剧情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这句话时，我的胸膛瞬间被鬼嫁娘剖开。丁检测到宿主死亡复活成功，恭喜获得 N 级道具卡阴阳眼药水诚实，滴入眼睛后可看出诡异和玩家的等级和属性，持续30分钟。我果断使用了1瓶，他竟然掀了我的盖头，和我缔结了姻缘。本就气得发抖的唐离骇然发现，该死，你又复活了。丁检测到宿主死亡复活成功，恭喜获得2级道具卡是油烛乘3。就在我再次尝试探查鬼嫁娘的属性时，检测到宿主死亡复活成功，什么情况？我眼睛都没睁开呢就死了，不就是接了他的盖头吗？这就急了。恭喜获得 S2级技能卡顺手牵羊，你成功获得了鬼嫁娘的玲珑绣血，这是对鬼嫁娘鞭尸的惩罚吗？这一次我听到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，连忙扭过头去，再次瞬间暴毙。这一次倒是看清了鬼嫁娘的属性面板，好恐怖的属性，怪不得我在她面前毫无还手之力。鞋子居然也没了，先是嫁衣，现在又是绣血，到底是什么能力？居然可以复活这么多次！我睁开眼，未搞快点，还剩4张卡没抽呢。见到我如此嚣张，再次贯穿了我的身体。恭喜获得 S2级道具卡顺手牵羊，那鬼嫁娘身上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偷了吧？恭喜你获得了鬼嫁娘的怨婴肚兜，这玩意儿都给偷过来了，只剩1件了，没有这样欺负鬼的。唐离自闭了，缩在棺材的角落，为干啥呢？动手啊！鬼嫁娘顿时被吓得疯狂摇头。我不杀你了，我告诉你通关方式，你赶紧通关吧。什么情况？你不杀我，我怎么去抽卡？别啊，别不杀啊！你是鬼，咋能说不杀人就不杀人了呢？你别过来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杀人，更不该杀你。我真的可以告诉你通关的方式，你相信我，我送你通关。咋还哭了？这鬼怎么回事？怎么感觉他比我还害怕？难道我长得就这么吓鬼？女鬼不杀自己，但我可以自己杀自己啊！你在干什么？难道看不出来吗？当然是自杀了。丁检测到宿主死亡复活成功，恭喜获得2级经验卡成1，功能使用后可获得500点经验值，竟然能让我升到4级。很快我再次自杀成功，恭喜获得 S2级道具卡疼痛储蓄罐，每次死亡的痛苦将积累在储蓄罐中，在任意时刻选择转移给其他人。人间界虽然怪谈肆虐，但是依旧不能随意杀人，有了这东西，我简直可以为所欲为。再次醒来，我还是继续自杀。丁检测到宿主死亡复活成功，恭喜获得 SSR 级卜卦卡成1。什么东西 ？SSR 卡就这？算卦是什么鬼？恭喜获得人间界觉醒逆星，通关9个怪谈副本后再觉醒职业，可100%获得 SSS 级隐藏职业。SSS 级，整个人间界都没有出现过的级别，对其他人来说通关9次副本很难，但对我根本不算难事。再次醒来，我观察4周，准备通关副本。这环境好像是我家吧？线索只有怪谈介绍了，而提取第一个线索子夜晋升，这个怪谈会不会和时间有关？只要坚持到一个时间，怪谈自然会结束。我迅速看向墙上的时钟，却发现时钟居然是不动的，随后掏出手机，时间还是一样的。太好了，终于要结束了。那个，我可以告诉你通关方式。多谢好意，我不需要。不管了，只要他不再偷我衣服就行了。我站起身，准备找一找房间周围有没有什么线索。整个房间有一间屋子是关着的，尝试回忆这个房间，却只能想起了4个字：不要靠近。前身似乎十分抵触这个房间，想进去只能破门而入，但这违反了子夜晋升的规则。我又检查了其他房间，并没有什么异常。然而这时我的目光看向了入户门，谁说就一定被局限在房间内？门外的场景不由得让我倒吸一口凉气。这些字恐怕并不是从百鬼界带过来的，这是我家门口本来就有的。我这前身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目光迅速看向了对门，看来就是这里了。这居然是一间木房，果不其然，这一口棺材之中还有一具尸体。传闻曾有人在子夜时分独卧关中寻求姻缘，看来通关的关键是独卧，只要我躺进去就不算独卧了。我抬腿迈入关中，时间立刻恢复了流动。这家伙居然自己找到了通关的方式，我最后一件衣服总算保住了。恭喜你通关潼关节，通关评价 SSS 级。随着声音结束，怪谈领域随之消散。黑狼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进去吧。
真是浪费时间。我估计那家伙在潼关结成不过3分钟，结果咱们还得等1个小时。沈渊，你怎么没死？我明明看着你进入怪谈副本，你好像很想我死。看到黑狼的属性时，我心中微微一沉，这家伙居然有7级。沈渊，你也别怪我，其实我也不想杀你，我只想要那些钱。前身的爸妈被华夏反鬼联盟的人抓走了，涉及数额超过数千万金币。你也看到了，我家就这么大点，哪里有什么藏钱的地方？我再给你最后3秒钟，交出那笔钱。就在黑狼出手时，我的身体开始虚化。草，这家伙参与怪谈副本去了。此时我面前有3座关公像，关公是忠义和武力的象征，常被视作驱邪镇宅的神明。这屋子里面居然摆了3个，再加上这满墙的法器，反而让人心里发毛。我并没有在客厅久留，而是直奔角落的卫生间。此刻如果要问今天的百鬼界谁最火，当然是哭得梨花带雨的唐离了。光是热搜就在魂音占据了10几条，热烈讨论的鬼怪赫然发现唐离居然开播了，这是发眼卫生间。我记得唐离以前不负责这个怪谈啊。唐离迅速阅读了一遍怪谈的剧本，对发眼卫生间有了大致的了解，希望这一次能早些结束。为什么只有1个人参加？发眼卫生间的难度比潼关节还要高，如果没有人去试错的话，几乎没有可能通关。他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我推门走入卫生间内，一眼就看见水龙头流出的头发丝，我伸手朝着头发丝抓去，弹幕不少鬼怪发出了嘲笑。本人看过好多次发眼卫生间这个怪谈，从来没有见过哪个蠢货敢直接上手摸的，能不蠢吗？他居然是1个人来挑战这个怪谈副本的，估计是新手吧，经常会有这种蠢货。主播，你现在还不开始你的剧本表演？楼上是无脑鬼吗？玩家不触发必死规则，主播怎么动？不行！他拼了命的想要阻止我，但规则之力死死的限制着他。一会儿抬着头发丝向我激射而来，这家伙脑袋被牛头马面踢了。我第一次见比无头鬼还要没脑子的家伙，看这种垃圾玩家真是浪费时间。要不是想看剧本姐怎么表演，我都不可能点进这个直播间。完了，全完了！这家伙又要开始了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检测到宿主死亡，复活成功，触发暴击概率小幅度提升。抽卡中，恭喜获得 S2级技能卡提线木偶乘3。再次睁开眼，我毫不犹豫地使用提线木偶，所有鬼发现在把我切成1万份，无数发丝向我袭来，地上汇聚成一滩凌乱的碎肉。丁检测到宿主死亡，复活成功，恭喜获得 SSR 级道具卡血气，目前可选择预备从属。百鬼界唐离，这唐离可是60级啊！想要契约唐离，居然需要共同经历副本5次。这家伙怎么突然又活了？他刚刚没被勒死？不可能啊！我看得很清楚，鬼发勒得他眼珠子都爆出来了，怎么可能还没死？是不是复活类的职业？虽然极其少见，但不是没有。你们不觉得这个玩家很眼熟吗？这好像就是潼关节副本时无限复活的那个人类玩家。我再次出现在直播画面中，唐离这么巧又是你。下一秒，发丝就瞬间将我洞穿。恭喜获得 SSR 级组合技能卡，顺手牵羊加点石成金。恭喜获得鬼发女的前发冠，点石成金发动中，前发冠蜕变为骸骨凤冠。再次睁开眼睛，正好迎上了唐离惊骇的目光，自己的头冠居然这么快就被抢了。小心你身后！我茫然回头，瞬间被鬼发穿透了脑袋。恭喜获得2级经验卡乘3，终于提升到了5级。又活了，还好都还在，只要不偷衣服就行了。鬼发没了头冠的控制，整个卫生间瞬间被鬼发全部占据，我的身体也爆出了无数发丝。下一秒我又完好无缺的站了起来，这已经是他第多少次复活了？这种感觉实在是太恐怖了。丁宿主死亡复活成功，抽卡中系统新功能解锁，幽冥商铺可将无用道具卡牌兑换成幽冥券，幽冥券可兑换更加珍贵的物品。我随便看了一个装备，顿时被震惊到了。我还是先下去沉淀沉淀吧。下一秒，在鬼发攻击的瞬间，我用最快的速度躲掉了鬼发的攻击。你们注意到了吗？他现在已经死了10次了。上个副本也是死亡10次后开始通关副本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他的复活其实是有上限的10次？怪不得他突然开始躲避鬼发了。我就知道怎么可能出现一个无敌的人类，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爽了。这还只是5级而已，要是8、9、10级的提升，那该有多恐怖！就在唐离胡思乱想的时候，一个头冠突然朝着他扔了过来，让他停下吧。这个头冠你先拿着，别让鬼发耽误我通关。直播间开始疯狂刷屏，主播快杀了他，这绝对是一个好机会。他的复活次数真的只有10次吗？可如果这次不尝试，我或许就再也没有杀掉他的机会了。下一秒，鬼发直接穿透了我身体，随后一抹熟悉的身影再次出现。已经检查了各个房间，除了那些驱邪的布置，并没有什么发现。这时候我才想起，我的身份是物业管理员。我从身上拿出了一部手机，飞速翻阅着投诉信息。投诉内容是水声哗哗的，吵得人根本就睡不着觉。我在前世曾看过一个新闻，男人杀了自己的妻子，然后报警说妻子失踪了，最后通过他家异常的水费，发现了他杀妻的真相。我很快找到了2个月前的一条投诉，202投诉说201妻子好像不见了。物业迅速上门询问，201的男人说妻子只是回了娘家，物业便没有再多问。突然发现了一条来自101房间的投诉，下水道总是有头发涌出来，可为什么要布置那么多辟邪的物品呢？这个女租户很有可能就是卫生间的鬼发女，怨气让这些头发变成了鬼发，并且将1楼无辜女租户杀死，所以鬼发来自楼上201，头发被冲到了1楼。我继续翻动，看到了1年以前的投诉内容，101传来异味，处理结果是101租户自缢在了屋内，警方已经排除了凶杀的可能。我明白了，原来在1年之前，101号房间就已经死过人了，恰是因为这些辟邪的布置，导致鬼发被困在了这里无法回去，只能杀掉女租户泄愤。我揣起手机直奔2楼而去，要死啊！敲你妈的敲！大半夜不睡觉啊！
为看什么看？信不信老子把你眼珠子挖出来？说干什么？有人投诉你扰民，我来确认一下情况。看来是我搞错了，抱歉。说完我也不理会男人的谩骂，转身离开，回了101。进入101的第一件事便是将所有关公像砸碎，将所有辟邪的东西扔了出去。我再次直奔2楼，用物业的钥匙把201的房间反锁。回到101，我坐在了沙发上，准备等待副本结束。突然看见了卫生间的鬼发女，怎么还没走？刚一进去，卫生间内剩余的鬼发开始向我攻击。在我第30次复活，并且走到唐离面前的时候，唐离也停止了动手。来，坐着，我给你洗头。洗头？难道说打开了隐藏支线剧本？作为一个鬼，从来没有人或者鬼给我洗过头发。人给鬼洗头，这是什么剧情啊？我从没见过发眼卫生间有这种剧情啊！这家伙难道要成为第一个触发隐藏剧情并通关的人了？恭喜玩家沈渊成功通关发眼卫生间。通关评价 SSS 级。小竹竹不用那么紧张，那小子90%以上是要死在副本里面的。他进入怪谈副本那么仓促，我想不到这家伙能有什么办法活下来。一道虚幻的身影出现，是沈渊，他真的通关回来了。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黑狼一拳打在我的身上，他击中的那个我轰然炸裂，这怎么可能？难道是假身？黑狼，你愣着干什么啊？快动手啊！沈渊，我可是 C 级诅咒系职业鬼偶师，鬼偶降头给我降！说着拿出一个诅咒玩偶向我扔来。诅咒系，我快速的拿出怨婴肚兜，有怨婴肚兜在，诅咒系的攻击将被削弱，并且吸收作为孕育鬼婴的养分。看到自己的技能居然中了，黑狼大喜过望。沈渊，你终究是功亏一篑，还是要死在我的手中。刚想要仰头大笑，却骇然发现我一点事也没有。黑狼说话间被我用疼痛储蓄罐击中，喷出了一大口鲜血。在死亡的最后一刻，黑狼看向霍幽竹说道：“幽竹，我先走了，我们来世再见。”我扔出一团灰色烟雾把黑狼包围，黑狼碎成了无数块。看到这一幕，霍幽竹疯狂祈求：“不要杀我，只要你饶了我，对我干什么都可以。”我满脸嫌弃地挥出一团灰色烟雾，霍幽竹痛苦倒下。我打开了装备界面，果然怨婴肚兜的介绍已经变了：鬼婴胚胎进度100%，鬼婴孕育进度1%，继续吸收诅咒类攻击可加速。这么看来，就算是不继续吸收诅咒类攻击，也能慢慢孕育，能吸收的话则会更快一些。就在我准备处理2人的尸体时，房间却响起了脚步声，居然还有其他人。下一秒，一个少女缓缓从房间之中走出。哥，是你吗？少女名叫沈西，是我的亲妹妹。小时候生病导致双眼失明，前身还将父母欠债的原因推卸到沈西身上，所以前身对她并不好。见我一直没说话，沈西说道：“哥，是不是他们又来讨债了？我没事，一会我去买点好吃的，你先回屋休息吧。”突然，霍幽竹口袋中的手机响动，我拿起手机，一条匿名短信内容却让我皱眉。我模仿沈幽竹回复一句：“计划有变，沈渊通关了副本。”我没有再回复，将手机揣进兜里，处理好尸体，在外面饭店打包好了饭菜。在我走到楼下时，却听到敲门声。不好，沈西还在家。沈西颤抖地打开卧室门：“哥，你在吗？哥。”想起刚刚哥哥的那副柔和模样，让沈西不得不怀疑哥哥是不是故意骗他。是我拖累了哥哥。哥哥扔下我也没错。很快，沈西走到门前，却听到沈渊说话的声音：“你们敲什么敲？”听到我的声音，史诺嚣张地转过身：“你就是沈渊吧？你爸欠我们20万，如今加上利息已经50万了。你说我爸欠你们钱，我就要信。你的意思是想赖账了？我何时说过要赖账？借条上只写了20万，却并未提及利息。至于30万，我不认。这小子也太装逼了。”史晨和史诺向我冲来，却被鬼发缠住。大哥，快救我们！这家伙居然还有装备，你似乎和传闻之中不太一样。不过你说的没错，借条的确只写了20万。哥，这可是我们的报酬。但借条也说了20万要在5个月内归还。如今5个月快到了，我们连到这20万的影子都没看到，还有3天才到5个月。3天之后我会还钱的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们3日后再来。现在可否放了我的兄弟？被放了的史晨还是骂骂咧咧的。我们可是晨曦公会的人，到时候我们随便找个代练师就能虐你。什么是代练师？代练师是专门带人通关怪谈的，实力在同等级玩家中绝对是佼佼者。我点了点头，然后径直回屋关上了门。刚一进屋就看见沈西站在门口。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们先吃饭。哥，这么多这得多少钱啊？不多，以后每天都有好吃的。哥，以后会挣好多钱，不光能还清外债，还能把你的病治好。我相信哥。饭后我查阅起怪谈代练师的内容，这个职业似乎就是量身为我打造的。经过一番查阅，最终点开了一个界面：新人榜。新人榜是所有工会选拔新人的途径，想要被顶尖工会关注，登上新人榜第一是唯一的选择。随后查看了通关评分的积分表，为什么没有 SSS 级的评分？随后查看了自己的分数详情：白银副本 S 级评价2次加200分，排名第一2次加100分，死亡3次减300分。了解完副本代练师的内容，计算了下债务，3天之后大概需要挣24万。看来还是得努力参加副本啊！唐离从副本回到了自己的家中，外面便传来敲门声。小离，是我。唐离有些惊讶，霞姐居然会来找自己。霞姐进来便说道：“小离，我知道你想说你杀不掉那个沈渊，我就是来帮你想办法的。你的直播我看了，确实已经尽力了。这法眼卫生间不是你的怪谈副本吧？可偏偏却选中了你，真的以为是出 bug 吗？这便是缔结了姻缘，而姻缘的后果是在你们缔结姻缘的时候就注定一方会死，要么杀沈渊姻缘解除，要么你们共同参与5次副本后你被抹杀，姻缘同样解除。小离，你还剩3次机会，我们必须珍惜每一次参与副本的机会。我目前猜测，一个是副本等级
第二个猜测就是人数，我已经查过了，沈渊一共参与过5次怪谈，前3次副本都是失败。从潼关劫遇到你才觉醒的复活能力。说着，霞姐拿出判官罗盘，下次我会使用判官罗盘修改副本等级和人数，她的能力必然有限制。清晨，我坐在椅子上浏览着怪谈副本的内容，不多时挑中了一个副本，丁本怪谈建议人数3人，是否选择1人进入？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是。就在副本融合时，一道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：恭喜触发隐藏怪谈，怪谈变异。欢迎来到怪谈副本，本次副本咒堕铁龙，本次副本参与人数7，怎么变成7个人了？随机应变吧，实在不行就全杀了，反正通关就都会复活。突然一道声音传来，我明明是白银副本，怎么变异了？怎么会发生变异啊？你们到底是人是鬼？我们当然是人。原来大家都是遇到了怪谈变异，我就剩下2次复活机会了，这可是我的入会考核啊！我生命值是0，我还没说话呢。大家不用担心，黄金级别和白银级别的怪谈难度差距不是很大，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你有能耐带着我通关吗？大家都自我介绍一下吧。我叫周不言，你就是新手榜第3的周不言。想不到你居然是大佬，大佬你是不是一定能带我们通关副本啊？你们好，我叫太强。我是一个健身教练，曾经获得省级健美比赛第1。大块头让你自我介绍没让你相亲？那个我叫小黑土，我叫沈渊，我叫曾柔柔，我叫朱子琪，旁边的是我的男朋友刘哲。这时一声刺耳的摩擦声响起，电梯门开了，几人进入了电梯。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曾柔柔一跳，连忙挤到了周不言旁边。小丫头倒挺有心机，上来就准备抱大腿。电梯外路过几个中年男女说道：“你们是新来的租户吧？记住千万不要去4楼。”随后电梯门缓缓关上，电梯上升途中的灯猛然一黑，下一秒光线恢复，唐离出现在众人面前。我们明明什么都没有干，为何会找来鬼？唐离毫不犹豫地捏爆了我的脑袋，拜托千万别再复活了！为了避免沈渊出手将全部玩家杀掉，霞姐通过判官罗盘强行添加一条死亡规则，只要电梯内陷入黑暗，就算是违反了死亡规则，检测到宿主死亡，复活成功。本次死亡方式：恶鬼爆头，触发爆率。本次抽卡保底 SS2级，抽卡中，恭喜获得24鬼魂便利店会员卡，永久性道具卡，可以随时随地在鬼魂便利店进行购买。鬼魂便利店可以购买到人间界常用的道具，价格只有1/10。恭喜完成晋升任务，新功能解锁，返利系统。一抽取新卡牌后，当场选择使用，可获得此张卡总价值的20%的返利，以幽冥券形式发放。2抽取新卡后不使用，直接选择卖掉，除去卡牌本身价值外，将获得额外的50%的返利。概率调整 N 卡2卡概率降低 ，SS2 卡概率大幅度上升 ，U2 卡牌概率解锁。下个阶段抽取5张 U2 级卡解锁。我睁开眼睛，发现电梯里面的众人满脸震惊地看着自己。沈哥，你身手这么好，刚刚那个女鬼向你抓去，速度快的都看不清，他们居然没看见我死而复生的过程。不用羡慕，以后你也可以胆大心细就可以。什么胆大心细？我看就是运气好吧。你都差点尿裤子了，还好意思说别人？刘哲胀得脸红，正想反驳，却传来一阵提示，警告你的理智值已经降低到60，理智值清空，你将死亡。众人一头雾水，你们难道不知道吗？从黄金级别怪谈副本开始，每个玩家都会解锁全新的属性。理智值这东西和玩家的精神状态有关，当理智值降低为0的时候，相当于被活活吓死。我们当然不知道，我们从来没有参加过黄金级别的怪谈副本。我的理智值只有60了，我该怎么办？你们快想想办法。很简单，服用补充药剂就行了，外面随便一个便利店都有。可是我们现在在怪谈副本里面，你肯定有对不对？你给我几个好不好？是啊，周不言，你可是新人榜前3。不好意思，我这次没有打算参加黄金级别的副本，所以并没有准备。我有。众人目光瞬间看过来，你有？快给我一个！我凭什么给你？外面卖1000一瓶，你们2个要买的话就1万1瓶吧。什么？比外面贵了10倍？你怎么不去抢？爱买不买，算你狠！我要1瓶，你疯了？1万买这东西？过去了，东西给我。刘哲接过理智汽水一饮而尽，看着恢复起来的理智值，心里安心不少。沈哥，我也要1瓶，我却先一步收回手机。哥刚赚了钱，送你1瓶。你们快看，电梯按钮全变成了4。各位，现在我们怎么办？下一秒电梯急速下降。强烈的失重感瞬间吞噬众人，恐惧夹杂着尖叫声划破了空气。周不言神色大变，奋力起身，想要克服电梯下降的冲劲，扑向电梯的按钮处，但有一个身影比他更快。我毫不犹豫地按下了第一个4号按钮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当电梯出现骤降或者骤升事故的时候，按下所有楼层的按钮无疑是最好的选择。但现在是怪谈之中，电梯骤降是怪谈在逼迫他们按动按钮，不按电梯坠落，全员必死。按了就是前往4楼，违反中年妇女的提醒，可能会死。怎么选择应该很明显了吧？虽然就算电梯坠落，我也不会死，可这怪谈明显和电梯有很大的关系。万一电梯毁坏，可能也会永远被困在怪谈之中。我可不想在这里浪费自己的大好天赋和生命。咔嗒，在我按下按钮的瞬间，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，电梯急速骤停，巨大的冲击力把电梯内的众人全都甩得7扭8歪。还没等众人缓过神来，电梯却叮咚一声，终于缓缓停下来了。每个人都是一副心有余悸的模样，唯有我淡定站在原地，这让小黑土有些崇拜地看向我。这沈哥怎么感觉比新人榜第3的周不言还要更加稳重呢？只是小黑土不知道，在所有人都没有察觉的情况下，我刚刚足足死了2次。第一次是我按下4号按键的瞬间，中年妇女说了这4楼不能去，可不是开玩笑的。检测到宿主死亡复活成功，当前剩余复活次数999加。本轮死亡方式：违反规则被诅咒之力绞杀。评级币：卡包剩余卡牌数量11张，抽卡中，恭喜获得 S2级道具卡。
电子桃木剑可以不断释放驱散恶鬼的电波，减少恶鬼靠近的概率，代价每10秒消耗1的精力值，价格50幽冥券，使用额出售。我猛了电子桃木剑，这什么鬼？太过于不伦不类了一点吧。不过我好像也不需要这东西吧，我巴不得恶鬼离我近一点，然后我可以多死几次呢。正好系统刚刚提升觉醒了反例系统，不如这东西就直接卖了吧。我果断选择了出售，恭喜获得75点幽冥券，我满意点头，还不错。复活完毕，我缓缓睁开眼，结果没想到在电梯骤然升空的瞬间，我迎来了猝不及防的第2次死亡。在我的视角里面，脚下的地板仿佛是消失了一般，直接就从电梯中掉了出去。我在无边无际的电梯井里面不断坠落，最终触底，毫无意外的摔成了一滩马赛克。唐离藏在电梯上方，看着我摔死，情绪没有半点波动。这一次我的死亡同样是唐离在搞鬼。正常来说，按动了电梯按钮就只需要死1次，但唐离强行修改成了2次。检测到宿主死亡复活成功，当前剩余复活次数999加，本轮死亡方式坠落而死，评级1加，评与逆转因果的屠杀乘2。又来了，这一次的死亡评分同样超乎了我的判断。丁触发顶级暴击，恭喜获得 SSR 级道具卡挑战权，可随机生成挑战任务，玩家可选择选项进行压中，压中则获得奖励100幽冥券。挑战券新东西，从来没见过啊！犹豫了一瞬，我直接选择使用。恭喜获得返利20点幽冥券。挑战任务生成中，本次副本是否可以死亡50次以上？能并压对500幽冥券，不能并压对200幽冥券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这个数字可不小，但是500和200幽冥券的差距也不小啊！要不搏一搏单车变摩托？而且我觉得今天的副本有点奇怪，自己死亡的3次里面，有2次都怪怪的，就好像怪谈强行让自己死亡一样。之前2次怪谈我都没有这种感觉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干。死亡50次的确是有点压力，上一次怪谈主动死了那么多次，总数才只有30次，大不了我多主动求死几次。反正这次怪谈还是唐离负责，我俩也是老熟人了。我果断选择了能，选择成功。挑战券化作一道金光，固定在虚空之中，金光组成了一个个数字，实时显示着我的死亡次数3。不过真奇怪，为什么每次都能遇到唐离？难道说是因为我的血气？我从背包之中掏出了之前那份血气，目前可选择预备从属。百鬼界唐离，契约要求共同经历怪谈副本5次，距离完成契约还有2次副本。原本我还以为想要完成契约需要非常久呢，没想到自己进度这么快。收起血气，我再次睁开眼睛，回到了电梯上。众人还对刚刚发生的危机心有余悸。朱子琪不断破口大骂着该死的电梯，刘哲脸色无比苍白，明显是一时半会缓不过来劲。嘎吱熟悉的刺耳摩擦声响起，电梯的门又开了，众人慌忙抬头，可电梯门外的景象却让他们倒吸一口凉气。电梯门外是一堵紧挨着电梯门猩红砖墙，密不透风，十分诡异。砖墙小黑土颤声说道，下意识看向了我。周不言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凑了上来，用手机打字说道，沈先生，你觉得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后方曾柔柔诧异抬头，作为新手榜第3的周不言居然会去询问另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玩家。朱子琪则是直接嘲讽，你不是大佬吗？居然还问别人，呵，原来是个水货。太强则是看着砖墙发呆，我没有立刻回答周不言的问题，他看了一眼按钮面板，开门关门求助键全都消失不见，整个电梯里面只有6个一模一样的4号按钮。我伸手按动其余的4号按钮，并没有反应。既然怪谈副本不让我们离开，那现在我们就只剩下最后一个选择了，那就是破墙而入。砰的一声闷响，但砖墙纹丝不动。朱子琪讥讽地切了一声，后方的太强则是来了兴致，揉了揉自己尖尖的脑袋，立马毛遂自荐道，我来试试。我给太强让开位置，太强蓄力片刻之后，用尽浑身力量，一脚朝着砖墙踹了上去。嘣，只听一道惊天巨响，整个电梯都剧烈晃动了起来。朱子琪差点没稳住身形，大骂道，你有病啊！但没人理会这条见人就咬的疯狗，全都一脸震惊地看着被踹开的通路。撞墙后面是一条灰暗的走廊，我将其余散落的砖块踢开，第一个弯腰钻了进去，看到我一点都没犹豫，直接进入了走廊。小黑土也立马跟了上去。小黑土愈发觉得这个沈哥高深莫测的，他之前参加副本的时候遇到一条未知的路线，每个人都极尽推脱，生怕自己打头阵死的不明不白，但这沈哥不同，居然主动开路，就像是根本不怕死一样。周不言第3个跟上，然后是太强和曾柔柔。喂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就敢直接进去，不要命了！这破电梯被那个傻大个踹了一脚，现在我感觉这里太危险了，不行，要是电梯坠落咱俩就完了，快跟上去！朱子琪和刘哲见所有人都走了，害怕电梯会突然坠落，骂骂咧咧的也跟了上来。而就在所有人都踏上走廊之后，电梯门忽然关上，朱子琪急了，这我们可怎么回去啊？到底是哪个小可爱领的路啊？话音未落，我的身影突然出现在朱子琪面前，然后一巴掌扇了上去，啪，巴掌声清脆无比，随后又骤然消失，原地回到了领头的位置，头都没回，冷冷说道，这次是一巴掌，下一次你嘴再不干净可就没这么简单了。我使用的自然是玲珑秀鞋的技能，朱子琪站的位置我刚刚也走过，所以拥有彼岸花印记。这一巴掌实在是太突然太惊艳，不光是朱子琪没反应过来，所有人都傻眼了，这太神奇了。唯有周不言若有所思地打量了我一遍，很显然这是装备技能，而且起码是白银品质装备。我在前面观察整片走廊，懒得理会后面的朱子琪怎么想。走廊给我一种废墟的感觉，满地都是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，没有灯光，没有住户，没有声音。突然我一滞，立马开始侧耳倾听，前方似乎是有声音的，咣咣咣，这是一种有规律的砸墙声。小黑土也听见了，惊讶道，
沈哥有人，我点点头，快步朝前走去。越往前，砸墙的声音也就越明显。终于在拐角处发现了2名正在砸墙的工人。我们的突然出现显然是吓了2名工人一跳，其中1名工人一边捂着心脏，一边心有余悸地说道：“我去，你们是哪来的？怎么会在这里？”小黑土憨笑一声，立马礼貌地回答道：“不好意思啊，吓到你们了。我们是坐电梯上来的。”没想到工人更加傻眼了：“电梯孩儿啊，你可别开玩笑啊，这哪有电梯啊？”另一个工友也附和道：“是啊，昨天俺们就把电梯拆了，楼梯一样都封了，俺们几个都是从外面爬云梯上来的。”这下轮到小黑土懵逼了，他下意识扭头指向自己的身后：“不对啊，我就是从那里。”说到一半，小黑土愣住了。在走廊的尽头，只有空洞洞的一片废墟，哪里有什么电梯？众人全部傻眼，一股恐惧蔓延心头。我则是毫不在意，直接岔过了话题，瞬间利用会员卡从便利店买了一包蚊香，递给了面前的工人，笑着道：“你们为什么在这砸墙啊？”看见我递过来的蚊香，2工人眼睛都直了，也顾不上问这问那，立马回答道：“因为这栋楼已经报废了，工地让我们拆了，报废了。之前不是还好好的吗？为什么突然报废了？”我疑惑地挑了挑眉。工人拆开蚊香的包装，小心翼翼抽出一根点上，轻轻吸了一口之后，享受地吐出烟雾，回答道：“为啥？还能为啥？因为这块发生了一宗恶性命案，没人再敢住在这里了。当时还上了新闻嘞。”一旁小黑土一头雾水，刚刚楼下还有几对中年夫妻准备上楼呢，明显是居住在这里，怎么就突然要拆了？我拦住了小黑土，继续朝着工人问道：“命案哪个屋子发生命案？”工人抬手指了指我他们身后的屋子，诺就那间404。众人扭头看向工人说的那间404号房间，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原因作祟，那房间之中还真有几分血腥味在弥漫。大家毕竟也是参与过怪谈的人，大概都猜到了几分。这个404房间恐怕就是本次怪谈的关键了，具体是什么？我一边回头一边想要问出下一个问题，可 W 的身后此时哪里还有什么工人的存在？地上只剩下了一滩猩红的血迹，径直朝着404的方向流淌而去。他人呢？太强被吓得一蹦3尺高，脸色都苍白了几分。朱子琪嘴唇不停颤抖，没了先前那种骂天骂地的气势了，止不住的往后退。可是他身后早就已经没有了电梯，他就算躲，又能躲得到哪里去呢？这黄金级别的副本的确有些诡异的吓人了。曾柔柔缩了缩脖子，躲在了周不言身后，低声道：“这怪谈副本好吓人。”我却是笑了笑，闻到了死亡的味道。吓人？我并不觉得这2个工人消失了很吓人，你只需要把他们想象成一个指引你方向的 NPC， 他们完成了任务，自然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。说完，我抬腿就朝着404房间冲去，小黑土立马跟上，完全是一副小跟班的模样。周不言神情微微变幻，犹豫了片刻也跟了上去。404的房门已经被拆了，房间内又没有任何隔挡，家具光秃秃的一片。刚踏入404的我，立马就闻到了一股极其浓郁的血腥味道。抬起头，豁然看到那404房间的墙壁上已经被凿开了大半，而那裸露在外的坑陷之中，赫然镶嵌着2具高度腐烂的尸体，一大一小。从身形来看，大的应该是一名女子，小的则是一个孩童。那流淌而出的猩红鲜血，就是来自于这2具尸体身上。紧随其后的小黑土和周不言也看见了这一幕，全都头皮一麻，浑身泛起一抹凉意。就在这时候，走廊的尽头一道叮声响起，电梯居然凭空浮现，缓缓打开了梯门。梯门和地板之间发出刺耳的摩擦声，在空荡的走廊之中不断回响。电梯出现了，朱子琪和刘哲没有一丝一毫地犹豫，果断朝着电梯狂奔而去。相比于这条诡异的走廊，还有更加诡异的404房间，他们还是觉得明亮的电梯里面要安全一些。小黑土吞咽了一口唾液，朝着我颤声道：“沈哥，我们走吗？”我点点头，正准备转身离开，身后却莫名传来一抹凉意，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盯着他。他下意识回头，2具尸体依旧镶嵌在墙中，和刚刚并没有什么区别。可就在下一瞬，孩童骤然扭动头颅，和我对视，那是一双冰冷、绝望、恐惧的眼眸。我只觉得自己的双眼有眼泪流出。他伸手一抹入手触感粘稠，和眼泪明显是不太一样的是血。下一秒眼前一黑，我死了。虚空之中我懵了，只是和那个小鬼对视了一眼就死了吗？熟悉的系统声音响起，检测到宿主死亡复活成功，当前剩余复活次数999加，本轮死亡方式七窍流血，评级必加。评语：看还看再看就让你死掉。丁触发普通暴击抽卡中，恭喜获得 S2级道具卡阴阳眼药水构成5，基础款全部功能加人间界，玩家职业等级与名称可视，装备品质与技能名称可视。我一脸错愕，什么玩意？Pro 版本都出来了，这个眼药水不用多说的，肯定是留下的，能看出其他玩家的职业和名称，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升级。我敏锐地注意到了功能描述上的小问题，介绍只说了职业等级和名称可视，装备品质和技能名称可视，但没说具体详情，面板也可视，对吧？意思是我只能看个名字，别的还得靠猜。既然如此，我估计肯定有阴阳眼药水 Pro Max 版本。随口吐槽了一句之后，我直接把一瓶药水滴入眼中，和普通款的阴阳眼药水差不多，只是凝结在我眼眸上的金色更加浓郁了一些。复活完毕，我缓缓睁开金色双眸，耳边响起了小黑土略显焦急的声音，显然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催促了。沈哥，你怎么了？你说话。小黑土眼见其他人全都已经上了电梯，再次回头看了一眼站在原地不动的我，毫不犹豫，小黑土直接准备扛起我走。恰好这时候我回过神来，低头看见小黑土弯着腰张开双手抱住了自己的双腿，我一脸古怪道：“你在干嘛？”小黑土被我突然响起的声音吓了一跳，连忙松开了我，起身解释：“那个我看你一直不说话，所以我摆了摆手，拉着小黑土一起朝着电梯跑去。”我又不傻，当然已经反应过来小黑土想要干什么了。不得不说，这个朴实的小平头给我留下来的印象很不错。这种怪谈副本之中，他不知道电梯还有多久就会关闭，但依然不断提醒我
甚至还打算背着我一起走，没有抛弃我。小黑土是有情有义之人，两人迅速朝着电梯狂奔而去。我同时看向了小黑土的属性面板，小黑土的等级中规中矩，只有4级 ，B 级密钥系血酿药师。光是看职业的名字，我还真的猜不出他这职业是干嘛的。不过密钥系的职业一般都是辅助类。护两人成功踏入电梯的时候，小黑土松了一口气，还好赶上了。我没说话，金色的眼眸缓缓扫向电梯内的其他人，其他人都是中规中矩的4、5级。没想到的是，朱子琪、刘哲这2个家伙竟然有9级。当我将目光看向了电梯角落的最后一人，这一次我终于有了轻微的表情变化。周不言等级10，职业 S 级，言灵系哑挂师，居然是 S 级。我这还是第一次遇到 S 级职业的玩家，有点意思。周不言是因为觉醒了这个能力，所以才变成了哑巴吗？作为 S 级职业，他的能力恐怕会很恐怖。我不禁有些好奇，希望自己早日能够抽中阴阳眼药水壶 Max 的版本吧。装备数量6，对于周不言的这个装备数量，我一点都不惊讶。这周不言毕竟是新人榜第3，如果这种等级的大佬都做不到全身满装备的话，那混的也太差了。这6件装备4件是白银品质，2件是青铜品质，虽然已经很棒了，但很可惜，还是比不过我这个瓜。对所有玩家的实力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之后，我收回目光，准备按下第2个4号按钮。可这时候，朱子琪居然朝着我靠了过来，我一看见这女人就头疼，皱了皱眉，想要拉开距离的时候，朱子琪突然朝着我伸出了手，冷声道：“我告诉你，你刚刚打我一巴掌，我可以不计较你，但是你要赔我1瓶理智汽水。”朱子琪的模样简直是莫名理直气壮，我都不知道他到底哪来的自信。一旁的小黑土嗤笑：“人家沈哥打你是因为你骂他了，凭啥还得赔你东西？你做梦呢！”朱子琪瞪了小黑土一眼，骂道：“闭嘴！和你说话了吗？”小黑土气不过，正准备还嘴，我却把他拦了下来，饶有兴致地看着朱子琪。我很清楚为什么朱子琪这种奇葩女人被打了一巴掌之后，却只想要1瓶理智汽水，因为经过刚刚那一层的几次惊吓之后，朱子琪的理智值居然只剩下29点了，她是不得不补充理智了，要不然她很快就会死。一旁的刘哲也没好哪去，只剩下45点。我抱着胳膊笑道：“让我猜猜，你的理智值不多了吧？”朱子琪顿时脸色微变，但很快反应过来，梗着脖子嘴硬道：“老娘的理智值多的是，就这种级别的怪谈才吓不到我呢，我只是给你一个台阶罢了。”我真是笑了，要不是我能看见朱子琪的属性面板，我就真的信了这番鬼话。我故作沉吟，片刻后试探着道：“让我猜一猜你现在的理智值，不会只剩下29点了吧？”此话一出，朱子琪脸色大变，看向我的眼神就好像在看魔鬼。不可能，这家伙是怎么知道的？难道是猜的？那他怎么可能猜得这么准？不偏不倚，正好猜中。朱子琪脸色不断变换，自己的秘密居然被我一眼看穿，这让他觉得这个我有些不对劲，心中突然对其升起了几分惧意，不敢再嚣张，于是换了一种说法：“罢了，这样吧，你便宜卖我1瓶，咱俩之间的恩怨两清。”刘哲在一旁连忙说道：“还有我，我也再要1瓶。”我的笑容更加灿烂了，想买可以啊，现在的价格是100倍，10万块。听到这个数字，朱子琪和刘哲差点把下巴惊掉，把他俩卖了，他俩也拿不出10万块啊！朱子琪恼羞成怒，直接破口大骂道：“你想钱想疯了？10万块你真敢喊得出口？”我耸了耸肩膀，不要就算了，反正我也不是非要卖，毕竟我的理智值又不是只有29点。朱子琪感觉自己的肺都快气炸了，他双眼恶狠狠地盯着我，恨不得将我千刀万剐。片刻之后，朱子琪强压心中的怒火，冷声道：“最高1万。”我果断道：“不卖。”朱子琪彻底疯狂：“不卖拉倒，你自己也没有生命值了，对不对？我不好过你也别想好，这一次的副本你根本就别想通关。”我懒得理这个疯子，转身准备按动下一个按钮，猝不及防之下，朱子琪突然从后面冲了上来：“凭什么还是你按？这次老娘来，给老娘滚开！”朱子琪似乎是想要用这种方式为自己壮胆，他直接蛮横地冲到了前边，拼了命想要抢在我前面按下按钮。看到这一幕，我差点笑出声，居然还有这种小可爱，抢着送死！我一点阻拦的意思都没有，甚至还往旁边让了让。朱子琪成功按下了按钮，哈哈哈哈！怂货，你有什么可狂的？他疯了一样宣泄着自己心中的情绪。可下一瞬，惊悚的一幕发生了，朱子琪猖狂的笑容还挂在脸上，可他的身体开始逐渐裂解。仅仅一瞬间的时间，朱子琪从一个满嘴快板音的大活人，变成了一滩腥臭的番茄汁。整个电梯内一片死寂，死人了！这个怪谈副本终于死了第一个人，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，一时之间没有回过神来。副本死人很正常，只是这朱子琪死的有点太突然了一些，只是按动了一个按钮，朱子琪就死了。先前我被恶鬼偷袭都还啥事没有呢。刘哲呆立原地，片刻之后终于回过神来，满脸凶恶的抬起头来，双眸猩红的盯着我：“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是不是你害死了他？这次的怪谈对我们2个很重要，如果我们成功通关，我们就可以进入公会了。可是你破坏了这一切。”刘哲的声音撕心裂肺，小黑土皱了皱眉，上前一步，呵斥道：“你说什么呢？这和沈哥有什么关系？你最好别随便诬陷人。”刘哲狞笑状若疯狂，声音尖锐：“我诬陷？我不光诬陷，我还要让他给我加小七陪葬。”下一瞬，在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的瞬间，刘哲暴起朝着我冲去，好快的速度，所有人都被刘哲爆发出来的速度给震惊到了。这时候众人才终于意识到，刘哲这家伙居然在扮猪吃虎。电梯角落，周不言双眼微眯，暗道不好，从这速度来判断，至少8级以上的实力，沈渊恐怕要危险了。周不言双手背在身后，从背包之中取出了一支造型古怪的毛笔，这是他的武器。周不言双眼凌厉，浑身肌肉紧绷，已经准备要出手了，他不能让我出事。刘哲瞳孔之中满是狠辣，右手成掌朝着我挥来，我丝毫不慌，反正在怪谈里面我又死不了。但我却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的地方，这刘哲的职业是冰屑系太刀，他怎么可能会赤手空拳去战斗呢？就算他现在是被愤怒冲昏了头脑，可一直以来的战斗习惯不会变吧？
突然我心中灵光一闪，我懂了，这刘哲倒是阴险。我果断朝着侧面躲去，同时骸骨凤冠的怨丝爆射而出，只是这怨丝瞄准的并不是刘哲的身体，而是他手掌前方的地方。去死吧！刘哲嘶吼一声，狞笑浮现脸颊，掌间骤然凭空出现了一把长刀，本命武器太刀。这突如其来的一幕，众人全都始料未及。要知道，普通武器从背包之中取出来是需要一个过程和动作的，所以没人能想到刘哲上一秒还空空如也的手掌，下一秒居然会凭空出现一把武器。曾柔柔错愕片刻之后，脱口而出道是本命武器，众人这才反应过来，没错，只有本命武器才能做到这种效果。本命武器和玩家本身就是一体的，完全可以随时召唤，随时出现。若不是我朝着侧边一步踏出，这太刀恐怕已经砍在了我的身上。这便是刘哲的计谋。这还并不算完，更阴险的地方在于，这太刀突兀出现，不管敌人朝着哪个方向躲避，都很难躲避掉太刀的后续攻击。被这种武器近身本身就比较麻烦，再加上本命武器品质极好，属性极高，同等级的情况下，刘哲击碎敌方的防御会非常快，往往在对方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防御属性已经见底。刘哲依靠着这一点，已经杀了不少人，但这一次他失算了，凭空出现的怨丝直接死死捆住了他手中的长刀，让他根本无法朝着旁边挥刀。什么刘哲猛啊，拼命想要挣脱怨丝，我却已经直接一脚踹了上来了，扑通，刘哲直接被一脚踹飞，太刀脱手，身体则是重重的撞在了电梯的墙壁上，导致电梯剧烈晃动了起来。你刘哲撑起身体，语气之中满是惊骇和错愕，可他话都还没说出口，又是几道怨丝将他死死捆住，根本动弹不得。我则是拎着蛇牙匕首，毫不犹豫地冲了上来。我其实脑海之中闪过一个念头，那就是让刘哲杀几次，正好刷一刷死亡数据。但很快我打消了这个念头，算了，没必要。首先被刘哲这种废物杀死，死亡的评分肯定不会高。其次是我看这个刘哲不爽，做不到站着不动让他杀。刘哲的太刀被我用怨丝捆绑在了一边，没了太刀，刘哲的战斗力大减，心态也大崩。特别是他发现自己居然无法挣脱开怨丝的捆绑时，心中的恐惧达到了顶峰。他泪涕纵横，不断求饶：我错了，你别杀我，我不想失败。我错了，我给你钱好不好？我这里有5万，我全都给你好不好？可任由刘哲如何哀求，我都没有半点反应，一刀一刀划在刘哲的身上。毕竟刘哲的属性比较高，我的攻击力想要击碎刘哲的防御属性，速度比较慢，可偏偏是这种一刀一刀砍下去的感觉，让刘哲有了一种眼睁睁看着自己被凌迟的绝望。明知会死，偏偏一时半会死不掉。电梯内的其余几人全都呆立在一旁，电梯内静悄悄的，只有我手中匕首划过刘哲防御护盾的咔嚓声。可就在这时候，刘哲突然浑身一颤，瞳孔骤缩，脑袋一歪，没了声息。我都懵了，蛇牙匕首悬在空中，有些不知所措。明明防御都还没有破除，这家伙怎么突然就死了？其余人同样是面面相觑。片刻之后，角落之中的电子音回答了众人的疑惑，他理智值清空，被吓死了。众人顿时一脸鄙夷，一个大男人能被吓死，实在是太怂了。我也一脸晦气的收起蛇牙匕首，转身看向电梯的梯门，梯门刚刚就开了，只是所有人都被我虐杀刘哲的画面镇住了，压根没人关注梯门外的场景。随着刘哲和朱子琪2个凡人精死去，众人的注意力终于回到了怪谈副本上。这一次电梯外并没有一堵砖墙，只有一股白灰飘了进来，带来了些许刺鼻的味道，遮盖了众人的视线。小黑土看向我，征求着问道：沈哥走吗？其余人也全都看向我，很显然大家已经把我当成了队伍的主心骨。我点点头，率先踏入了白色烟尘之中，其余4个人全部跟了上去。一离开电梯，白色烟尘顿时散去，一条十分眼熟的长廊再次显现在众人面前。不过和上一次不同的是，这条长廊洁净立整，左右两边的入户门上甚至还包裹着塑料薄膜，很明显是刚刚安装上去。小黑土咦了一声，这咋大变样了？同样都是一层楼，怎么感觉这一层和楼下差距那么大？我失笑解释道：你还没看出来吗？这和刚刚那一层是同一层，全都是4楼。小黑土更加一头雾水了，啥？可是他们完全不一样啊！我微微颔首开口回答道：没错，因为他们所处的时间线不同，我们身后的这台电梯可以带着我们在不同的时间线之中穿梭。众人全都好奇地朝着我看了过来，周不言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明白了我的意思。曾柔柔低着头不知在想什么，太强疑惑地摸了摸自己的尖脑袋，这种推断已经超出了他能理解的范畴，具体的时间差距还不太清楚。现在我们所处的时间线应该是这栋房子刚刚交房的时候，各家各户有的还没入住，有的正在装修。刚刚的白色粉尘是刷墙带来的粉尘。这时候身后传来电梯的摩擦声音，电梯即将关闭。我下意识回头看去，却赫然在即将关闭的梯门缝隙中看见了站在电梯内的唐离阴森冰冷。下一秒，血丝朝着我爆射而来，我再次不明不白的暴毙而亡。明明他并没有违反任何副本的禁忌，检测到宿主死亡复活成功，当前剩余复活次数999加，本轮死亡方式血丝爆头，评级1加，评语蓦然回首，那鬼就在灯火阑珊处，逆转因果的死亡3，第3次了。我捏了捏下巴，若有所思。丁触发顶级暴击，概率极大幅度提升。抽卡中恭喜获得 SSR 级道具卡替死傀儡，可以在自身3米范围内的队友死亡时，选择是否替他死亡，同时死亡可全部替死或选择性替死。冷却5分钟，我豁然瞪大了眼睛。这东西不错啊，正好自己需要刷一刷死亡数，还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。好评好评，我果断选择了使用。恭喜获得返利40点幽冥券。我从黄泉抽卡铺出来，扭头去了幽冥商铺。自从觉醒了返利功能之后，自己居然已经积攒了137张幽冥券，进度还算不错。目前还不需要兑换什么东西，先留着吧。复活成功，我睁开眼睛，众人还在打量着四周的景象，思考我刚刚说的猜测。我没往前走，其余4个人没一个往前走，
这时候身后又传来了叮的一声，众人再次回头看去，这一次电梯没有消失，但是电梯变新了。电梯门打开的时候，再也没有了那种刺耳的摩擦声。你好，让一下，谢谢。一个男生搬着一台电视机，从包装箱后面露出半个脑袋，气喘吁吁地朝着我几人说道。我几人连忙让开了道路。男生一边继续道谢，一边搬着电视机朝前走去。在他后面还有一个女生满脸担忧地看着他。阿才，用不用我来帮帮你？阿才笑容灿烂，看向女生的目光之中满是柔和的爱意。不用了，小瑶，哪有让女生搬东西的道理？以后这个家，我作为男人肯定会扛起来的。现在就从这一台小小的电视机开始。小瑶笑靥如花，连忙贴心地用纸巾帮阿才擦掉了汗水。后方曾柔柔低声感慨道：“这 NPC 还挺美好的。”小黑土附和道：“是啊，甜蜜得很呢，他们以后肯定会很幸福的。”我却不这么想，他心中已经隐约有了不祥的预感。